我哥将发给小三的微信发到了我的手机上。亲爱的，夜里酒店，12点，红色纱衣准备好。我的嘴角露出了冷笑，当即便给他回去了微信。500万，封口费。我哥当即便给我打来电话，对着我就是破口大骂，张嘴闭嘴就是我不要脸，连自己亲哥的钱都骗。我笑着没有回嘴，只平静地挂断了电话。5分钟后，我收到了我哥的500万的转账，以及一条：求你了，别给你嫂子说，她现在还怀着孕不容易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没有回复他的微信，只平静地给我嫂子周琴转去了300万。等他确定收款后，我才询问他道：孩子5个月了吧？你现在怀着孕，应该没有办法离婚。对方给我回复却是：所以我已经决定打掉这个孩子了。反正我肚子里孩子你哥也不喜欢。你呢？打算怎么办？我将视线落到了客厅茶几上摆放着我和周之章的合照上。这张照片拍摄于我和周之章的大学时期，照片是请路人随手拍的。可是就是这一瞬，我们两人四目相对的眸子里都装满了深情。可现在，我的嘴角露出了一抹苦笑。我也打算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。对方没有回复我的微信，直到半个小时后才给了我回复：你哥刚才回来了。行，如果你也打算打掉孩子，那我现在就去安排私家医院。你看什么时间合适？7天后吧。7天后，是我哥和你的结婚7年的纪念日，也是我和周之章的结婚3年的结婚纪念日。当初我们都在这一天开始，那我们都在这一天结束吧。对方发了个N的表情包过来，而我刚将聊天记录清空，我哥的微信便又再次发了过来：算你识相，没有给你嫂子说。识相吗？我肯定识相的，毕竟我的亲哥哥在18岁那年能撕掉我的清华通知书，毁掉我的档案，害得我被迫去国外求学，只因为那个曾经代替我生活在这个家里10年的女孩江心没有我考得好。哭了，她便凭借着一腔热血毁了我好不容易的为自己争取的未来。而现在，在我和他的好兄弟周之章结婚的第3年，在我怀孕3个月时，那个被我用胡搅蛮缠赶走的女人却又回来了，只因为对方的一句还忘不了周之章。我的好哥哥便牵红线，频繁地制造机会，都要让他引诱周之章出轨。其实我一直不明白我哥为什么这样狠，难道就因为小时候我走丢，被找回来后，我指证是他故意弄丢的我？他被我爸拿着皮带狠狠地抽得皮肤沁血时，江心哭着挡在他的面前，我这个妹妹便成为了他的敌人，而江心便成为了他捧在心间的人，以至于他恶毒到毁掉我的人生，毁掉我的婚姻，都要帮江心。而就当我深陷痛苦的回忆中时，开门声响了起来，是周之章回来了。看见我蜷缩在沙发上，他愣了一瞬，下意识便道：你怎么还没睡？说着，他快速地脱掉鞋，走过来揽住了我的肩臂：是孩子又闹你吗？说着，他伸手便抚摸上了我还未显怀的肚子，温柔地唱起了摇篮曲。听着他温柔的嗓音，我捏着被毯的手心紧了紧。其实有时候我真的忍不住，挺想质问周之章的，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？他身上还带着和那个女孩办事后的水气，却还能准时按照我给他设置的10点钟的门禁回家，然后亲吻我的脸颊，然后陪着我给我的孩子做早教。倒也是，毕竟当初我被找回江家时，他都能做到一边试探地接近我，
听我讲述我丢了的那5年的苦痛，可他却又能在半夜时，只因江心的一个电话，便带着他去夜骑。他总是如此的割裂，舍不得我，也舍不得江心，甚至就连当初我被我哥害得被迫孤苦无依前往国外留学，在我再一次给我妈我爸打电话要生活费时，我爸我妈光顾着带着江心和我哥出去旅游，不接电话，不理我时，我哭着仅仅给周之章打去了一通电话，他仅仅只听到了我2声哭腔。当晚他便义无反顾地飞来了国外，给了我钱，也给了我爱的支撑。可是在他回国后，他却又出现在了我家过年的聚会上，拥着江心，与江心如同金童玉女般出现在我家的全家福上。其实我一直以为我赢了，毕竟当初在我回国后，我便撒泼打滚地威逼我妈我爸将江心送出了国，逼迫周之章最终选择了我。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，我输了，输得彻底。因为太过于痛苦，眼尾不由自主地滑下了2串眼泪。看见我哭了，周之章瞬间急了：你怎么了？江心，你别哭，你告诉我你怎么了？我隔着雨雾看着眼前，眸子里都布满了担忧的男人。有那么一瞬，我真的以为我便是他的所有。可在他侧身转头给我拿纸巾擦眼泪时，看着他脖颈处露出来的密密麻麻的吻痕，心口猛地一滞。难怪这些日子周之章睡觉都是穿高领棉衣，我熟睡时他还在书房工作，我醒来时他早就已经西装革履。我一直以为周之章是因为背叛我在愧疚，可是直到此时我才骤然反应过来，他所有的掩耳盗铃仅仅只是在遮掩他出轨的证据。可是他有什么好遮掩的呢？江心早在回国的当天便给我放过狠话，这一次他回来一定会拿回属于他的一切。所以这些日子，他周之章和江心的床照早就已经装满了我放置婚戒的抽屉。只要但凡哪天周之章发现我没有戴婚戒，他心血来潮要给我戴上，打开抽屉就能发现。可是当初只要我一天没有戴上戒指，就会故作埋怨地说我不看重我们婚姻的男人。自从江心回国后，他不仅没有发现我早就将我和他的婚戒取了下来，我还发现周之章戴住的婚戒变了，变成了一款大体样式和我的婚戒一样，可细节却完全不一样的戒指。甚至我还趁着他熟睡时拔下来看过，戒圈内面的刻字也由 ZX 变成了 ZQ， 心口疼得发腮。当周之章拿着纸巾要给我擦拭脸上的泪水时，心口突然泛起了恶心，我下意识拍开了他的手。周之章拿着纸巾的手微微的一愣，我赶紧胡乱地找借口解释道：抱歉，我应该是犯孕吐了，我先回房间躺躺。之后我没有再管周之章的神情是如何，仓皇的便逃窜回了房间。门刚关上，我便趴在马桶上剧烈的呕吐起来。要知道，怀孕的这3个月以来，肚子里的孩子格外心疼我。我从未有孕早期的现象，可现在却犯了。所以原来不仅我厌恶他周之章像个双面胶似的粘人的恶心，肚子里的孩子也厌恶呀。一晚未寐，甚至肚子在剧烈的呕吐之后都泛起了阴疼。如果是以前，我一定会急切的半夜就往医院跑。毕竟以前不讨爸爸喜欢，不讨妈妈喜欢，不讨哥哥喜欢的我，真的很想有一个眼里眸子里都只有我的孩子。可这一次，我自虐似的，连动都没有动。就像周琴说的一样，反正他的爸爸也不爱他了，他自己选择离开也许是最好的选择。这一晚，周之章一晚上都没有回房间。我半夜12点听到了客厅里的关门声，早上6点我又听到了关门声。周之章去哪儿了？不言而喻。
毕竟昨晚半夜2点，我便收到了叶欣发来的照片。他和周之章相拥，靠在我小时候儿童房的床上，床头还摆着我小时候每晚都要抱着睡的拉贝贝，而拉贝贝的前面却摆放的是叶欣穿着公主裙的照片。毕竟自从我被丢了5年后，费尽了千辛万苦，回到这个家里时，我的房间成了叶欣的，我的哥哥成了叶欣的，我的爸爸妈妈也成了叶欣的。最让我疼痛的是，我半夜因为做梦梦到了那个歹毒的坐牢的养父，我哭着爬起来找爸爸妈妈时，却见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哥哥，却拥着半夜肚子疼的叶欣满脸心疼。次卧的那间卧室敞风，江欣肯定是因为吹了风才会肚子疼。妈妈的话音刚落，哥哥便接踵道，要是江欣不回来就好了，这样江欣也不会被赶出来。你们明明也不想江欣回来，你看到了，他现在有多难相处。可你们呢？拉着面子却始终不想承认，还把本该属于欣欣的房间给他叶欣，你们也不看他配吗？哥哥的话音刚落，爸爸便一巴掌拍到了他的头上。闭嘴，小心让江欣听到了。又撒泼打滚。之后，客厅里传出了细声哄江欣别哭的声响。当晚，我回了房间后，我便发起了高烧，可屋外的3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。直到我躺到第4天时，我感冒自动好了，主动地提出了要搬出那个曾经本属于我的房间，且提议自己去了外婆家居住。他们才好似惊觉，他们已经4天没有发现我出门了。想到曾经的惨痛，心口再次泛起了窒息的疼痛。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，刷了牙刚走出门，便看到了此时正围着围裙给我准备孕妇餐的周之章。我被眼前的一幕刺得眼眶泛红。看见我出现，周之章脱下围裙，便朝着我走了过来。我看你昨晚孕吐，昨天我害怕打扰你休息，便睡到了书房。说着，周之章便推着我在餐桌上坐下。我看网上的帖子说，孕妇只有吃得好，才不会孕吐。说着，他转身就去厨房要给我倒牛奶。可我看着摆放在餐桌上全部是用鸡蛋做的早餐，心口再次一滞。我对鸡蛋过敏，眼眶再次有些泛酸。下一瞬，我的微信提示音响了起来，是江欣发过来的微信。喜欢我让之章给你准备的鸡蛋宴吗？这顿饭就算作是你昨晚独守空房的奖励，祝你吃了后，你和你肚子里的孽种都去医院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对了，等一下之章应该会给你说出差的事情，但是其实他是答应我，陪我去给我爸爸妈妈扫墓。你知道的，我才从国外回来，肯定是要回去看看我的亲生父母的。对了，同行前往的还有你的爸爸妈妈和哥哥。我拿着手机旧的手指死死地捏紧，而周之章在倒了牛奶后，便再次朝着我走了过来。他将牛奶放置在桌上，又在我脸颊上亲吻了一口后，便朝我道：宝贝，我今天要去出差一趟， S 市的专案出了点急事。说着，他便伸手解下了围裙。你和这个调皮蛋好好待在家里，等过2天我就回来。说完，他也不管我脸色是如何的惨白，也不管我是否有吃一口他精心准备的鸡蛋佳肴，急切地回房间，提着早就准备好的行李箱便出了门。全程他甚至没有和我说一句再见，也没有询问我一句。我的眼眶为时磨这磨红，便砸上了房门，听着久久回荡在房间里的砸门声，眼泪滴滴答答地落着。而周之章递给我的刀叉，也在不知不觉间戳进了我手心里的皮肉里，鲜红顺着刀锋一滴一滴下落，直至滴进了乳白色的牛奶杯子里，搅成了粉红色的一团。当天我在餐桌上坐了整整2个小时，才找回思绪。当天我便约了周琴，提前去打胎。
没想到他和我一样，我刚提议，他便答应了。等在私人医院聚合时，他的脸色和我一样格外的惨白。我还未来得及询问他情况，他便走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，滚烫的泪水好似要将我的脖子烫伤。别问，我不想说。抚摸着女人发颤的后背脊，心里生出了心疼。他和我哥是大学同学，当初费尽了心力才追求到了我哥。我永远无法忘记他被我哥带着回家见父母时，他脸上染住的幸福和快乐。可这才短短的7年的时间，当初那个单纯的小可爱，便被磨得犹如枯萎了的玫瑰，没了一点亮眼的神色。紧紧抱了我好几分钟后，他才松开了我。很高兴，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还能有个人陪着我。说完，他便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医生的办公室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擦掉了眼尾不由自主落下的泪水。对呀，很高兴，在最痛苦的时刻，至少还有人陪在我的身边。之后，我学着他的模样，决绝的，没有一丝犹豫地走进了另外一间医生办公室。等3个小时后，我和周琴躺到了同一间病房里。我没有说话，他也没有说话，只有空洞的检测心脏的仪器声在病房里滴滴作响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挡着白色漫布的床上传来呜咽的哭声。江心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以为我打掉孩子就好了，我就不会再爱你哥了，我就不会痛苦了。可是为什么这个在我肚子里待了5个月的孩子没了，我却会这样的难过？女人的话音刚落，便传来了她嚎啕大哭的声音。听着她悲怆而绝望的哭声，我也无声地落着眼泪。对呀，怎么会这么痛呢？明明这才是最佳的选择，明明他的爸爸就是不爱他的呀，明明只要斩断这最后和那一家人的联系，我就彻底的不用再陷入江心的漩涡中。可是为什么就会这么的疼呢？身体犹如剥皮刮肉，心口犹如千刀万剐。我和周琴医院住了7天的小月子，这7天里，那个张嘴闭嘴说爱我至骨髓的男人，却没有给我发来一条微信，没有给我打来一个电话。而周琴的微信提示音倒是不断的响起。害怕他痛苦，我将他的手机里拿了过来，看着我哥发来的一条接一条的，让他帮忙给江心拿快递，让他去首饰店给江心拿他早就订好的限量款的包。我的眼尾再次坠下了眼泪。就当我哆嗦着手指要咒骂回去时，周琴睁着一双没有灵气的眸子。很下贱是不是？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很下贱。其实当初和你哥在学校谈恋爱时，我便知道他有个疼至骨髓的妹妹，他每个月都会给他转钱，会定时给他买卫生巾。每到过节，他招呼不打一句就会离开。那时候我以为那个女孩是你，我还嫉妒过你很长的一段时间。可是直到嫁给你哥后，我才知道，那个女孩的不是你，她疼的是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妹妹。可我呢，就是这样的傻，傻傻的以为我只要足够努力，傻傻的觉得只要我付出所有，你哥就会爱我。可是不爱就是不爱，哪怕我抛弃掉所有的自尊，去讨好他，去爱他，可他还是不爱我，宁愿在外面去找上百个和江心长相相似的替身，他也不愿意爱我。听着周琴的哭腔，心口疼得发腮，我赶紧劝慰道，一切都过去了，等我们离婚后，我们就离开这里。如果你不知道去哪儿，你就跟着我走，那群心里只有江心的人，我们都不要了，好不好？周琴颤栗着嗓音给说了个好字，便拉扯起被子盖住了头。之后，我又和周琴在医院里做了半个月的小月子，才出了院。刚出院，我便接到了周之章的电话，他告诉我说，我爸我妈想搞一次家宴，给江心庆贺生日，
一通极度可笑的电话。我爸我妈搞家宴不是通知我，而是通知我的丈夫。而且或许不仅我爸我妈忘记了，就连我的丈夫也忘记了。今天也是我的生日，而同样接到电话的还有嫂子，她比我还惨。我哥除了告知她去参加家宴外，还给她吩咐了一系列的事情，去蛋糕店订蛋糕，给她准备一套西装和皮鞋，甚至还要求她去机场给接机。他们要回我妈的别墅，让我嫂子先替他们将行李拿回家。看到我哥的微信，我和嫂子相互对视了一眼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嫂子点了点头，准备好了。于是她当即便用手机给我哥回复道，我今天有事，没空给你当保姆。微信刚发过去，哥哥的电话便打了过来，斥责的语气里带着深深的不耐烦。周琴，你有事？你有什么事？你知不知道我陪江心回家扫墓这几天很累？你一个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女人，不来接机拿行李，你待在家里做什么？听着我哥咆哮的声音，嫂子拿着手机的手指再次抖了抖，而我心里也生出了深深的愤怒。我直接抢过嫂子手里的手机，便愤怒道：江林，你他妈的还是个男人吗？你妻子怀孕5个月，你却让她去给你搬行李，你他妈的不如当一坨狗屎算了。我告诉你，周琴不会给你那好妹妹江心当保姆的。听到的话后，江林的声音越见得盛怒。江心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我就说周琴今天怎么回事？何处是你在挑动我和他的夫妻感情？我看你就是羡慕的我好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插手我们夫妻间的关系，我下飞机后弄死你。听到江林的话，哪怕早就知道哥哥从没爱过我，可我的心口还是泛起了刺辣的疼痛。弄死我？你在我5岁的时候，不就是怨恨我抢走了你的奥特曼玩具？你就故意把我哄到游乐园，故意丢了我的吗？当初你便弄死了我1次，这一次我还怕你？听到我的话，江林的语气再次盛怒了几分。你还要我给你强调几遍？当初是你自己走丢的，不是我故意弄丢你的。说着，也不知是胆怯还是故意内疚，江林急匆匆地便挂断了电话。哪怕我真的很不想哭，可眼泪还是落了下来。其实5岁走丢时，我还小，我真的记不清了我是不是真的是被哥哥故意弄丢的。可我永远记得那一幕，哥哥笑着给我说，让我在游乐园门口等一等，他去给我买双麒麟。可之后他便再也没有回来，直到一个长得很胖的阿姨给我说，带我去找哥哥，我才跟着他走的。其实回来后，我痛苦的根本就不是哥哥是否真的要丢了我。要知道，我最惨的那些年，被那个胖阿姨揍的那些年，被那个恶心的养父抚摸身体的那些年，我最想念的就是哥哥，那个会跟我抢玩具，可是每次有小孩要欺负我时，那个永远会举着拳头保护我的男孩。在我一次接一次熬不下去时，我都幻想着我那个穿着奥特曼披风的哥哥会突然从天而降低，将我带离出那个恶心的地方。可是在我真的逃出来后，我那个在我梦里如同英雄一样出现过无数次的哥哥，却挡在了一个陌生女孩的面前，愤怒地朝我咆哮道，江心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准你欺负我的妹妹。因为哥哥的这句话，那时我便像是要证明什么似的，什么事情都和我哥对着干，故意陷害他偷东西，故意说他在学校早恋。我像是个撒谎精，一次次的给哥哥整事情。我的谎言撒得拙劣而可笑，也以至于家里面的人也越来越讨厌我。他们会在背后说我养废了，说我的坏心思已经烂透了。可只有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要哥哥像以前一样再爱我一点，我只是想让本该属于我的爸爸妈妈不被抢走而已。心口因为哥哥的电话
泛起了窒息的酸麻。周琴适宜地走过来，紧紧地抱住了我。乖啊，不哭，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都不要了。我哭着点了点头。好。我和周琴先去找了家高端形象店化了妆后，才辗转去了律所，拿走了我俩的离婚协议书。之后，才辗转去了我爸我妈准备给江欣过生日庆贺的酒店。我们俩还未进门，便听到了回荡在屋内的欢声笑语。我哥讨好的拿出一份礼物递到了江欣的面前。欣欣，在国外的这7年你辛苦了，你放心，以后有哥哥宠着你，我不会再让你受苦了。哥哥的话音刚落，周之章拿出了一幅古代大家的画作递到了江欣的面前。我知道你最喜欢的就是画画，这幅画是明代大家的画作，送给你当做生日礼物和回国礼物。两人的话音刚落，江欣踮起脚尖便在周之章的脸颊上亲吻了一口，之后又侧身回头在哥哥的脸颊上亲吻了一口。看着如此恶心的一幕，我爸我妈非但没有阻止，反倒笑着道，看着你们3人感情这么好，我和你爸就算是死了也值得了。看着屋内温馨的一幕，我猩红了眉眼。同时与我一样猩红了眉眼的还有嫂子，她流着眼泪牵住了我的手，感受着指腹间的温热。我擦掉不由自主落下的眼泪，便猛地一脚踢开了门。屋内发生了剧烈的声响，而我也像是给屋内的欢声笑语按下了暂停键。最先回过神来的是哥哥，他愤怒的就朝着我怒斥道，江欣，你怎么回事？长这么大马上就要当妈了，你怎么还这么没有规矩？怒吼完了后，他又将视线落到了站在我身后的嫂子身上。你怎么回事？我不说了，不准你跟着江欣瞎混吗？他向来是个蛮横不讲理的，可你倒好，反倒傻兮兮的舔上去。而哥哥的话音刚落，周之章则满脸温柔地走了过来，他牵起了我的手心。怎么了？火气这么大，是不是外面天气太热了？怪我，下了飞机后，不该因为公司有事不来接你，我给你道歉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爸爸妈妈虽然没有说话，可微蹙着的眉头峰却充满了对我和嫂子的厌恶，而坐在众人中央的江欣，则再次对我露出了挑衅的笑容。看着这满屋子的垃圾，我讥讽地笑了笑，反手一巴掌就啪一巴掌扇到了周之章的脸上。周之章，你还想骗我呢？公司是有事，还是你先去江欣家和他恩爱了一场？怎么去江欣的老家，像个重马似的，乱来了整整14天还不够，下了飞机都还要温存。说着，我带着愤怒，猛地一把便扯掉了周之章衬衣上的扣子。周之章脖子上的吻痕赤裸裸地露了出来，原本被我打的周之章神情里还有盛怒，看见我拉开了他的衬衣露出了吻痕，也顾不上生气了。他急切地拽着我的手，便急切解释道，你听我说，江欣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个不是吻痕，是被蚊子咬的。我被周之章给气笑了，但凡周之章大方地承认他出了轨，我还没这么生气，可他却硬生生憋出了个被蚊子咬的。他是在侮辱我的智商，还是在侮辱他的智商？强忍着心口泛起的窒息疼痛，我手伸进包里，拿出一叠照片就猛砸到了周之章的脸上。里面全是我列印出来的江欣发给我的他和周之章的床照。照片砸在周之章的脸上后便散落了一地。看着地上的照片，周之章的惊慌失措的便要蹲下身子去捡，可下一瞬，他却又突然抬起了身子，恶狠狠地看着我。江欣，你跟踪我。简短的6个字如同利刃戳进了我的心口。我没想到周之章最后却得出了这样一个答案。强忍着心口的酸涩，我便怒吼道，周之章，你觉得我有这么犯贱吗？跟踪你，
这些照片都是你的小情人江心发给我的。听到我的话，周之章的脸色猛地一变，他不可置信地侧身回头便看向了江心。可谁知道江心不慌不慢地站起身，便朝周之章道：对，就是我发给他的。说完，他的眼尾便垂落下2串眼泪，楚楚可怜地便哭泣道：周之章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当初为了让我的爸爸妈妈和江心的关系不变差，把你让给江心了。凭什么呀？我去了国外7年，你和江心就结了婚还生了孩子，我明明那么的痛苦，可你们呢却过着幸福的生活。所以我这一次回来就是来抢回你的。江心的话语说得铿锵有力，可他脸上的泪水却成串地流着。原本想要斥责的周之章瞬间惊愣在了原地，甚至没有说出一句斥责的话来，心里的最后一根弦断了。所以我到底是有多傻才会觉得周之章是喜欢我的？心口疼得窒息而颤栗，而我也直接冲过去，朝着江心的脸就是一巴掌。我用的力气很大，江心的脸上瞬间出现了5掌印。我咬牙切齿的就朝他怒斥道：江心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，当小三都当得如此的理直气壮。说完，我还要反手一巴掌扇过去，可下一瞬我的手腕便哥哥死死地拽住，猛往后推了一把，我的后背重重地砸在桌上，泛起了窒息的疼痛。可哥哥却依然没有放过来，像只发怒的猛兽似的冲过来，还要来打我。眼看着拳头快要落到了我的身上，周琴愤怒地冲过来，一巴掌就扇在了江林的脸上。江林愣了，眼神由不可置信再到愤怒，他哆嗦着身子好久才回过神来。周琴，你竟然为了他打我！周琴赶紧搀扶住我，将我挡在身后。对呀，打的就是你。说完，他顿了毒，从手提袋里直接掏出了离婚协议书。江林，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我请你现在立刻马上签了。哥哥的瞳孔瞪得猩红。周琴，你竟然给我提离婚！你竟然为了江心这个孽障给我提离婚！你可别忘了，你肚子里还揣着我的孩子。说着，哥哥的视线便落到了周琴的肚皮上，看着浅瘪的肚皮，他惊恐地瞪直了眼，哆嗦着唇齿好几次，才找回自己声音：我的孩子呢？周琴讥讽地便笑了：孩子呀，打了呗，在你陪着你的好妹妹回老家祭祖的时候。江林，你知道我的肚子的孩子是什么性别吗？是个女儿，你心心恋恋的女儿。哥哥的身子像是承受着巨大痛苦似的猛地一踉跄，便瘫软在了位置上，而我也跟着长吁了口气，朝着周之章走了过去。我将同样的离婚协议书啪一下砸在了周之章的脸上。周之章，你自由了，我不要了，以后你可以随意和你喜欢的江心恩爱缠绵。说完，我顿了顿，便又接踵道：孩子我也打了，是什么性别我不知道，但你以后想生什么就和你的挚爱生吧。说完，我又转头看向了因为屋内的巨变满脸惊慌失措的爸爸妈妈。爸妈，恭喜你们，你同时间失去了外甥，也同时失去了孙女，以后你们可以安安心心的和江心一家人大团圆了。说完，我牵起了周琴的手，便义无反顾地走出了餐厅的包房。当晚，我们便按照我们既定的流程，坐上了飞往外地的飞机。我们刚下飞机，我哥的电话便打了过来，呢喃的哭腔里满是不可置信：周琴，你在哪儿？我们聊聊。你听我说，我们之间肯定有误会，我千万别相信江心的话，他从小就和我不对付，想要害死我。我原本想要拿过周琴手里的电话，可周琴却朝我摆了摆手，便平静地朝着电话那头的男人道：江林，你是说
你在夜里酒店开的100多次的房是误会，还是说你半夜对着江心的照片自读是误会？听到嫂子的话，哥哥的声音有些惊恐。你知道？对呀，我知道。我一直以为你有浪子回头的一天，所以我拼了命的想要留住我的婚姻。可是怎么办呢？你早就已经烂到底了，我怎么会期望一个烂人回头呢？对了，家里的抽屉里我给你准备好了一份东西，是你的体检报告。我咨询过医生，你染上的脏病大概率是治不好了，就算是治疗好了，你的下一代也会受影响，所以很大概率我打掉的那个孩子是你此生唯一的孩子。听到周琴的话，江林的声音里布满了惊恐。你说什么？可周琴却没有搭理他的惊恐，只腾的一下便挂断了电话。而我这边周之章没有给我打来一个电话。我知道魏石魔，因为他很忙，忙着处理公司的事情，忙着解决公检法的传告。毕竟在我离开的前1个小时，我便找了个跑腿，将他周之章这些年做生意违法犯罪的证据递交到了公检法。若无意外，他周之章不仅需要罚一大笔的钱，同时还很有可能喜提牢狱生涯。而我同时还给周之章寄去了一份有趣的资料，里面全部是江心这些年玩男人的照片。什么深情？不过是江心的伪装而已。我不知道周之章接到我的2份大礼的心情是什么样，可我也不在意，让他留在我的联系人里，仅仅只是为了和他离婚而已。之后，我和嫂子双双关掉了手机，彻底地阻挡了那2个傻逼来打扰我们的心情。我们回的是当初我被拐卖的县城。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有个心愿，来找一个人，来找那个70岁的老太太，和那个说着一口土话脸上有道长长疤痕的少年。当初若非这2个人帮我报警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逃出来。可历经了10几年，这里早就已经大变了样，甚至和我当初对不上任何的号。这个当初出了名的拐卖县城，现在早就没有了任何当初的风气。因为找不到我想要的人，我和嫂子在这里住了下来，每日上街买菜，晚上回家一起做饭。我们2人像是闺蜜般，甚至时不时就生出恍然来，仿若当初在江家的一切都是恍然。但是直到3个月后，我们还是在律师的催促下回了江家，因为律师告诉我们说，我哥江林已经答应离婚了，而周之章也已经答应离婚了。可我们没想到，我们刚下飞机的时候，便会碰到我的爸爸妈妈。看着我和嫂子出现，2人满脸泪水的便朝我和嫂子走了过来。欣欣、琴琴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。看着2人的异样，我们2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不知道他们2人卖的是什么药。直到我跟着2个老人回到了一个破旧的出租房，我们才知道江家破产了。呵呵，还是江心干的。原来这次回来，江心根本就不是回来抢走属于我的一切的，从始至终都是因为他在国外勾搭上了个男人，还上了头。对方答应他，只要他能帮忙搞到江家破产，就和他结婚。多么可笑呀！所以江心回来后，先是离间我和江林，又是离间我和周之章的，甚至还拿走了江家的核心机密。得到这个消息时，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骂他们活该。刚坐下，我爸便欲言又止地看向了我。江心，我知道你在周之章那里偷偷摸摸地拿走了不少钱，你先把这钱借给爸爸妈妈东山再起，等我们帮江家渡过难关后再还给你。看着眼前的父母，我只讥讽地勾起了唇角，没想到到现在他们都还在算计我。我平静地勾起唇角，这位叔叔阿姨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我和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你们怎么能找我要钱呢？之前不是你说的吗？我不是你们的女儿，你们的女儿只有江心。
你们没钱去找他啊。说着，我站起身就要离开，而我爸则直接愤怒地拍了拍桌子。江心，你身上流着我的血，这钱你不给也得给。我转头学着他的模样便讥讽道，你配找我要钱吗？放心，你们的养老费我一分不会少，以后每个月我都会转1500块钱到你们的银行卡上，还有你们以后死了的丧葬费我也会掏，可是更多的钱，你们找你们的养女去要，找你们的儿子去要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的便转身出了门，刚到门外便碰到了刚和我哥聊完的嫂子。我挑了挑眉，她怎么说？嫂子讥讽的笑了笑，还能怎么说？不就是认错让我回来？可是他也不想想他一个浑身是病的男人，配让我回来吧？他没用夫妻共同财产威胁你。嫂子再次讥讽的笑了笑，威胁了？我把我欠债的100万账单给他看了。还是你聪明，提前帮我转移走了财产，否则现在这官司还有的打。我点了点头。那他有答应和你离婚吗？当然。我哭着说，我爱了他一辈子，让他做个人，别让我跟着他过苦日子。卖惨按照你的规划，的确有用，倒是换出了他几分良心。听到周琴的话，我长吁了口气。第二天，周琴便和江林去了民政局办理了离婚。等两人出来时，我哥看我的眼神还是如同淬了毒，好似是我毁掉了他婚姻似的。所以当初的我，到底是有多傻才会觉得我哥哥是爱我的？而且这些日子我也回想起了小时候，我就是被哥哥故意骗到游乐园丢了的，根本就不是我记错了。而在嫂子离婚后，我也去了牢里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周之章被抓了。看见我出现，周之章当即便哭了，哭着给我认错，哭着说他错了。而我迎着他的哭腔，等都未等片刻，便将律师给我起草的离婚决议递给了他。你都坐牢了，就别再表演你那恶心的双面胶爱情了，赶紧签字离婚。如果你不离，我就去起诉。听到我的话，周之章瞬间猩红了眉眼。江心，你难道就没有一丁点的心软？我爱了你这么多年，江心是个意外，他是故意勾引我的。若是我早知道他这样下贱浪荡，我根本就不会和他睡。看着他仿若受害者的模样，我只讥讽地勾起了唇角。所以呢？你觉得你被江心这个贱人碰过了，我还会要你？周之章，你能不能把你双面胶的属性给我关关？真够恶心的。说完，早就知道离不了婚的我，转头便走出了牢狱，直接找了律师起诉离婚。他这种出轨又坐牢的情况，法官基本第一次就会判离。来牢里也不过是仅仅想看看他有多惨而已。果然短短3个月时间，我便拿到了离婚协议书。而就在我处理好和周之章婚姻的当天，国外的侦探也给我发来消息，江心被那个富二代的原配老婆给直接泼了硫酸毁了容。听说那个富二代为了维护自己的老婆，还直接做了伪证，说江心是偷到他家的巨额宝物。之后江心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东西，甚至还坐了牢。得知这个消息时，我心里充满了爽快，也不亏我当初费了这么大的心力做局了。其实早在江心回国前，我便在周之章的手机里知道江心要回国了。那时候为了保住婚姻的我，做了2件事。一件事是故意引诱江心认识那个富二代，一件事是怀孕，死死地抓住周之章。我拼了命地想维系住这段婚姻，结果呢？周之章还是为了江心背叛了我。既然如此，那他和江心便全部都毁灭吧。等处理好所有的事情后，我便再次回了小县城。嫂子没有再回去，她去了国外。她说她想重新的读书，她想重新的将自己养一遍。我非常赞同她的想法。给她践行后，
我便再次回了小县城。可能在真假千金之战的时候运气用光了，刚下飞机我便碰上了下偷。当我死拽着我的限量款包不松手时，眼看这小偷的拳头要落到我的脸上，一个脸上有疤痕、浑身腱子肉的男人迅猛地冲了过来。TMD 找死呢！这个地界你也敢抢劫？说着，男人抬腿便给了小偷一脚。我吓愣了，却也笑了。我要找的人好似找到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夜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夜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